大家好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位年仅32岁的当红女星，曾经站在镁光灯下，万人瞩目，却悄然死去，孤零零的在家里腐烂了9个月，无人发现，连她最亲的家人也冷漠地响应了一句：“我们早已经断绝关系。”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只是死亡的故事，而是娱乐圈难以启齿的黑暗角落，他的名字或许你一时想不起来，但是在巴基斯坦乃至整个南亚的娱乐圈，他可是一位绝对的熟面孔。胡曼拉·阿斯加尔 （Humala Azarkan Ali） 出道自选秀节目《With Miss Supermodel》，一鸣惊人，夺下了冠军。后来接连参与电视剧《Just Married》、《Elsham Follow-Much》，更跨足电视圈、电影圈，演出了《Jalab Love Besan》等片，还曾经获颁全国女性领导奖。从荧幕前的光彩照人，到如今尸体发现的时候，孤寂跟腐败，这当中究竟断裂了什么？又是谁让他变成了一具没有人想碰的遗体？他不是第一次成为焦点，但这一次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。7月8日，法院人员跟房东来到他的住所，准备强行执行驱离，因为他已经拖欠了超过1年的房租。原本以为是一场典型的租屋纠纷，但当他们破门而入，眼前却是一个惊悚的画面：胡麦拉倒卧在屋里面，早已经死亡，尸体腐烂得令人不忍直视。初步研判是死了1-2周，但是当局仔细的调查通话记录、社群媒体更新时间、邻居的说法，才惊觉真正的死亡时间竟然是9个月之前。一位年轻的女星死在自己的住所9个月都没有人发现，这代表着什么？她没有亲密的朋友去拜访，没有经纪人、助理、粉丝联系不上也不会察觉，就连邻居都完全没有察觉异样吗？更怪的是，屋内的食品早已经过期，锅碗瓢盆生锈，阳台门一开，唯一可能传出异味的地方，刚好隔壁又是空屋。这一切仿佛就是一场命运的密室设计，让它安静地消失，不惊动任何人。但最令人心寒的，不是他怎么死了，也不是尸体如何被发现的，而是他的亲人。当警方终于找到他的父亲的时候，对方的回答冷得像冰：“我们早就跟他断绝关系，遗体你们自己处理吧。”一句话打碎了世人对于亲缘亲情的基本想象。什么样的裂痕才能让一位父亲对自己的女儿的死亡视若无睹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家庭内战呢？说到这里，也许你会想到一些类似的名字：曾经风光无限，后来却落得孤寂悲凉下场的名人，从美国的 Billy Tanny、Murphy， 日本的冈田有希子，到华语区的蓝洁瑛，多少人曾经被掌声包围，最终却死在无人关心的角落。为什么娱乐圈总是让人这么容易堕落？这是个人的选择，还是体制问题呢？再说的更深一点，华语区的观众对于演员戏外人生的关心，常常停留在八卦跟绯闻。我们热衷于他们的恋情、造型、收入，却忽略了他们作为人的孤独跟挣扎。而胡麦拉的故事就是这样一场沉默的悲剧。他不是因为被杀，而是被无视而死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他不是得过奖吗？不是演过不少的影视作品吗？怎么会落得连房租都缴不起？其实南亚地区的演艺产业竞争激烈，酬劳偏低，一旦人气下滑，资源流失，很容易就陷入了经济困境。更何况他独居多年，家人早有嫌隙。据传他跟家里因为演艺之路爆发过严重的冲突，从此关系决裂，再也没有联络。但也有人说，他后来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，不愿意接触外界，也拒绝协助。警方并未公布尸检的报告，死因仍待厘清，是疾病还是自杀还是意外？
这成为了另外一个不解之谜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死的时候是孤独的，而当他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，家人选择转身离开，社会也只是短暂震惊之后继续忙碌，没有人真正停下来问一句：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呢？不过说到这里，我们也别把这个事情完全当成一场悲剧来看。有时候现实就是最残酷的导演，他不能拍第二条 take， 只给一次机会。如果你太久没有人联络，太久没有人关心，也许真的应该回头看看身边，是不是也有谁你早已经淡忘，但其实只需要一通电话、一句话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。而当你自己也感觉到被社会边缘化的时候，有没有勇气求助，或者对别人伸出手？有趣的是，在胡麦拉身亡的消息曝光之后，南亚各大媒体跟演艺界其实反应非常的激烈，很多他生前的合作伙伴出来发声，表示他曾经帮过我，他是一位很努力的人。但这些声音来得太晚了，当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得不到这些温暖，死后却成为了新闻的点阅素材。这样的悲哀不只发生在他的身上，他的死也让人重新审视演艺圈是否该有更多支持的机制，心理咨询、职涯转换、生活协助，这些在欧美其实早就有工会和制度提供，而在南亚地区往往还是靠个人打拼，没有经纪公司接你戏就没有收入，没有收入就连房租都难以维持。你红的时候有人捧，你没有热度，大家都转身比谁都快。真正的真相并不只是他死了9个月没人发现，而是他早就在活的时候就已经被遗忘了。房东提告不是因为他死了，而是因为租金未缴。执行官来到现场不是要查案，而是执行退租命令。直到警方开始交涉的时候，父亲才冷冷说出那一句话，从此他的人生正式被画上句号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一首小诗为这位被遗忘的灵魂点上一盏灯。锦衣玉食梦中人，独树荒楼草木深。血脉难牵心已冷，终归尘土亦无声。你认为胡麦拉的悲剧会在未来重演吗？你身边有没有人也正在处在这么一种沉默当中求助的状态呢？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。我们下集还有更多震撼的内容。阿峰在这里祝大家平安、快乐、吉祥。我们下集见。